思维模式决定人生轨迹和格局。贫穷不是银行卡的余额问题，而是大脑的思考缺陷。富人最硬核的财富不是账户里的数字，而是他们独一无二的脑回路。富人往前数3代，也可能是穷光蛋；穷人往上翻3代，说不定也是富豪。穷富轮转，命运的齿轮怎么才能朝你这边转？现在不少人抱怨经济不行，但我身边却总有创业者杀出重围。有朋友搞新媒体年入几百万，也有朋友玩直播电商赚得满盆金。这年头，创业土壤和工具都摆在那，只要肯动脑，肯摸索，肯试错，总能找到自己的专属赛道，狠狠抓住时代红利。富人只盯着对自己有利的风口，懒得理会负面的杂音，从不关心谁破产倒闭，只管自己的成长和突围。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，真正拉开距离的不是机会、运气、资源或红利，而是思考方式。富人的脑子和99%的人完全是反着来的。说到和做到差了10万8千里。老话说得好，思维决定行动，行动决定你的人生段位。有句话一针见血，穷人不折腾永远穷，富人不乱搞永远富。这道理明摆着，只有干起来才能让自己翻身。行动是成功的基石，再牛的计划不执行也是白搭。俗话说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真理得靠实践检验。用最少的资源疯狂试错，快速跑通商业闭环，在回馈和迭代中升级。流程通了，再去拆解数据，掂量项目的潜力和爆发力。只有敢是敢干，拿到结果后复盘最佳化，认知才能全面开挂。一边干一边完善，持续迭代，保持成长。蛰伏期得耐住寂寞，熬过低谷。失败和困境随时砸你的精神和灵魂，但只要咬牙坚持，曙光总会来。常有粉丝问，有什么好项目？怎么干才能赚大钱？这种急功近利又想不劳而获的人，永远别想得到成功的垂青。他们总想要个100%稳的答案，你给他指条路，他又怕担风险，磨磨唧唧不敢动，注定在底层转圈。打工是为了堆积资产，谁都得经历打工阶段。打工不丢脸，幻想一辈子打工才丢脸。不少厉害的企业家最开始也是从打工起步，靠打工攒下第一桶金。俗话说，上班就是为了不上班，谁甘心一辈子当牛马？上班能解决温饱，实质是把时间卖给老板。上班得做有积累的事，像送外卖、跑快递、做保全、开网约车，没什么积累性，出力就能干。富人都挑有积累性的事干，比如查理芒格，早年当律师卖时间，后来搞投资，投资有积累性，最终建起财富帝国。得学会可持续赚钱的思维，把卖时间的思路切换成攒资产的脑回路。打工时要想办法攒生产资料和人脉，为以后摆脱打工的枷锁做准备。对普通人来说，玩转网络工具特别关键，比如坚持读书、写作、直播，这些都有积累性。我认识个大学生，上学时就玩短片，毕业时粉丝30多万，直接搞自媒体创业，现在事业风生水起。如果你是上班族，下班后可以用业余时间搞副业，打造有积累性的第二事业，锤炼自己的长板。主业加副业才是现在的标配，前期可能累得要死，但结果会让你乐开花。你是为自己打工，不是为钱卖命，更不是给老板当牛马。有了副业，攒下更多生产资料，就有底气跟老板谈条件。富人擅长玩杠杆，不会用杠杆的人注定穷到老。杠杆是把双刃剑，关键看你怎么使。前些年有人杠杆炒房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这几年楼市不行，再乱用杠杆只会把自己坑死。时机选对才行。俗话说，小富靠勤奋，大富靠杠杆。比如时间、影响力、资金、人脉、知识这些杠杆。跟时间做朋友，比如你投个股票，年化收益15%，
7年就能翻倍，这就是复利的魔力。时间得花在投资、健身、学技能、读书成长上，而不是稀里糊涂混日子。在人人自媒体的时代，学会用社交网络扩人脉、涨影响力是必须的觉醒。打开手机看看，从个人到企业，全都在网络上吆喝行销，打造个人 IP， 通过写作、拍影片放大影响力。只要你持续输出硬核内容，就能吸来巨量流量，知名度不知不觉就起来了。富人从不停止学习和提升，疯狂投资自己，拔高专业技能和认知，持续强化自己的护城河。在人脉上也下狠功夫，制造更多合作机会，实现资源共享，优势互补。想赚钱就得学会加杠杆，比如你开一家网店月入2万，开10家不就月入20万了？这世界狠狠奖励懂复利和杠杆的人，也狠狠惩罚看不见机会、吃老本的家伙。抓住机会就猛干，3-5年可能赚到别人一辈子都摸不到的钱。4. 贫穷的真相。现在全民小康已经实现，但人的欲望没个底，不仅要吃好喝好，还要住豪宅、开豪车。于是越来越多人成了欲望的奴隶，背着车贷、房贷、各种债务。穷人顺着人性活着，懒惰、贪图享乐，不思进取，趋利避害。表面缺钱，骨子里缺的是改变的胆量。不自律，爱占小便宜，好面子，追短视快感，不主动思考，总等着好运砸头上，从不主动找机会。没行动力，明知坚持就有回报，就是不动。想赚钱就得搞懂贫穷的真相，学会反人性做事，跟时间做朋友，攒原始资本，攒认知，升级迭代，持续精进，找到杠杆，坚持长期主义，财富自然向你靠拢。所谓逆天改命，改的不过是思维和行动。富人能发财，因为他们的思维和认知在持续升级，行动跟上思想，才能看透社会运行的规律。你这辈子的成就能爬多高，全靠你的思维模式撑着。他们用认知驱动行动，行动反推思考，做出理性决策，用这套方法论闯世界，他们不负谁负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